万不要打印自己的黑白照片，因为你有可能遇到可怕的事。我是一个人独居，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，所以我打印一张我的黑白照片，当做遗照挂在客厅的正中。而这样一来，如果家里遭小偷的话，那么他第一眼就会看得见我的遗照，第二眼就会看见我，这样小偷便以为自己见到了鬼，吓得慌忙逃窜。可就在我打印遗照后的没几天，我家里真遭贼了。深夜12点左右，我还没有睡，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声响。我起初没在意，但响声没有停止，反而越来越大。听声音像是在撬门，撬的好像还是我家的门，该不会是家里进贼了吧？我有些激动，并非恐惧，而是兴奋，随手拿起了放在卧室里面的棒球棍，而后推开卧室的门，悄悄走到客厅里。客厅里面没有开灯，一片黑洞洞的，我在黑暗里面等待。终于叮当一声，门被撬开了，那个小偷走了进来，他戴着口罩，头上还顶着一个头灯，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因为我的遗照是摆在正对客厅大门的地方，所以果不其然的，头灯的光束照到了我的遗照上。小偷见了后低声骂了一句：“真晦气，一进门就遇到死人。”小偷骂完，一扭头看见了躲在黑暗之中的我，昏暗的灯光勾勒出我的面孔。起初他没反应过来，还愣了几秒，但随即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猛地转头重新看向我的遗照。在接下来的几秒钟，他的视线在我和我的遗照之间徘徊着。他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伸出手指，颤颤巍巍地指着我：“你！”他想说点什么，但好像又有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。到此处，我才悠悠地开口：“你能看见我？”鬼啊！小偷发出了杀猪般的尖叫，因为太过于慌乱，又是在黑暗中，他跑错地方，一不小心撞到墙上去了，撞得还不轻，整个人昏死过去，一动不动躺在地上。我有些措手不及，也有些可惜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球棒，看着晕死在地上的小偷，我一时间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，是直接把他给丢出去，还是打电话通知警察？可通知警察解释起来好像很麻烦，正思索着，却听身后传来声音：“你把自己的遗照放在家里，就不觉得会很忌讳吗？”“有什么忌讳？反正这就是几十年以后死掉的我而已，这叫合理利用自我，难不成他还能害我？”我随口回道。下一秒，我反应过来不对劲了，我是独居，按理来说，现在这个房子里只有2个人，我和那个小偷，可小偷现在已经昏死过去了，那又是谁在我身后问我问题？我缓慢转动脑袋向身后看去，我的遗照他在对我笑，还向我打招呼了。你能看见我吗？鬼啊！我是个盲女，无意间恢复视力后，发现我的老公竟是2个背部相连的连体男人。早上听新闻的时候，电视里正报道着一个女大学生失踪案，我听得正入神，忽然太阳穴刺痛了一下，我不禁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漆黑的世界突然有了白光进来。难道我的视力恢复了？我一激动，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杯子。林冉刚好在身后拖地，他立即关切地走上前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本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但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僵住了身子，因为我隐约看见林冉的背后贴着一个人。看来我的视力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居然还会把一个人看成2个人。林冉问我：“是因为怀孕所以感觉不舒服吗？”我点头：“有可能。”想起孩子，我心头变得柔软，走上前想抱抱丈夫，却被他推开。小将，我还要拖地。结婚3年，林冉从来不让我拥抱她。我是一个盲人，但林冉手脚健全，却有着特殊习惯，比如不能拥抱、分房睡觉、爱穿雨衣。睡了一晚上后，我被噼里啪啦的雨声吵醒了。朦胧间，我竟然看见了洁白的床单、米色的柜子，张开食指在眼前晃动，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真的恢复视力了。此时外面传来开门声，我欣喜若狂，想要快点告诉林冉这个好消息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见林冉正在拆一个超大的纸箱。林冉背对着我，她穿着宽大的黑色雨衣，头上戴着的硕大的衣帽将整个人笼得严严实实。纸箱被打开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里面，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校服，蓝色的帆布鞋，肢体僵直，我一眼看出这是具尸体。我愣在原地，耳边回荡着昨天的那个新闻，竟然是他杀了这个女人。我想开口叫她，突然一只手从林冉的雨衣里伸了出来，她的手不应该在拆纸箱吗？帽子被推开，我看见帽子里藏了一张男人的脸，那张脸正对着我。看见我后，他微微笑了，随后雨衣里又伸出来一只手，那只手上正拎着给我买的早餐。我心惊肉跳，不由得连连后退。顷刻之间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林冉从不跟我一起过夜，也从不让我与他亲近。原来他是个连体人，我甚至不知道这2个人中谁是林冉。此时他们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另一个男人的脸。小将，你起来了。最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我直觉他就是林冉，可我没有回应。他又问：怎么在发抖？我感觉到林冉明显警觉了起来。小将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冲上前来，激动地问：你是不是能看见了？快说话！我害怕被看出破绽，假装痛苦地开口道：我肚子痛。肚子疼？
我点点头，继续装成盲人看着前方。也就是这时，我看清了那个女尸的脸，她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，我才想起来，我认识这个人。小将，你在流血。林冉的话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我下意识低头，才看见自己的睡裙下有鲜血流了出来，心头一颤，我两眼一黑，陷入了昏迷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林冉坐在我的床边。小将，你醒了。我强装镇定，用手在被子上摸索，假装寻找他。我睡了多久？林冉猛地向后退，应该是怕我摸到他身后的那个男人。你睡了好几天了。我没说话，想找机会报警。小将，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惊得坐起了身子。林冉垂下脑袋，可表情却看不出一点难过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太虚弱了，所以才会流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佯装哭起来，其实心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有一个杀人犯加连体人的父亲，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出生。林冉柔声说道：小将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的，别难过了，我去给你炖点鸡汤。他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一直面对着我，如同一个附着物靠在林冉背后。等他们走出去后，我掀开被子，也偷偷跟了出去。林冉他们进了厨房，我走进客厅，发现那具尸体已经不在了。我靠近厨房，隐隐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，两个男人的对话声随之传来。那剩下的人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是林冉的声音，应该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。我听见我的丈夫说：把他们都找到，然后全除掉。我心间猛地一颤，那边又传来声音：嫂子好像不对劲，我怀疑她是不是能看见了。叫我嫂子，看来林冉是哥哥，他们竟这么快就怀疑我了。林冉道：是不是因为药的问题？药？什么药？听见他们好像要往门口走来，我不敢再听下去，赶紧跑回卧室。我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没过一会，林冉就端着鸡汤进来了。小将，喝点鸡汤吧。我看见他身后的弟弟也在歪着脖子朝我看来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鸡汤里十有八九有问题。我现在不想喝。喝了吧，你身体太虚弱了，喝了对身体好。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故意摆出矫情姿态。太烫了，你先喝吧。林冉把鸡汤拿到嘴边吹了吹，然后递到我面前。我喝了，不烫。他骗人，根本没喝。我再次推开他。我不喝，我想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先休息。他又咳嗽起来，转过身准备离开时，他身后的弟弟顺带把床头的手机拿走了。这一切我只能仿若未见。等他们走后，我绝望地想着自己的处境，我很想报警。林冉杀的那个女人叫吴佳佳，她是我这辈子最恨的女人。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成一个瞎子。因为争夺考研的名额，她故意害我出了车祸。我失明后退学，她却顺利考上了研。林冉居然杀了她，到底为什么？他们还说要杀了剩下的人，那又是谁？思考这些问题让我头痛欲裂，没一会就昏睡了过去。过了很久，我听见有人凑在我耳边说话：小将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这么快就天黑了吗？此话一出，我毫无困意，马上就清醒了。这不是暴露我恢复视力了吗？小将，你……我在空气里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意味，立刻解释道：老公，我是迷糊了，差点忘了我是个瞎子。林冉叹息道：小将，天还亮着。什么？现在的天是亮着的，你好好告诉我，你之前是不是恢复视力了？我愣住了，我又失明了。我哑着嗓子苦笑：看不见，我一直都看不见。林冉咳嗽两声：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我点点头，来喝点鸡汤。有勺子抵在唇边，我不再反抗，张嘴喝了下去。我不知道这鸡汤里是不是有毒，一想到往后还要跟他们两个连体人一起生活，我更是浑身发冷。我祈求林冉，我想跟我的好朋友圆圆一起散散心，可以吗？谢元。听见这名字，林冉好像不是很开心。我点头。我的手机呢？我想给他打个电话。我伸出手在床头假装摸索着，其实我知道手机被他们拿走了。还是我来帮你跟他发消息吧，你现在身体不好。我意识到林冉开始对我有所防备了，只能点头。好的。他揉着我的脑袋，那你休息吧，我帮你约谢元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来家里陪陪你。听见卧室门的落锁声，我摸索下床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。我扒在门缝边，听见客厅传来微弱的说话声。他之前肯定是恢复视力了。我听见林冉弟弟的声音传来，他又问：你说嫂子会不会报警？林冉没有说话，良久我才听见我的丈夫开口：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现在又看不见了，只要我们把他看好就行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会突然失明，也搞不清楚林冉何时对我下的药。我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，只求他能说到做到，帮我约谢元上门。第二天，谢元竟然真的来了。你们好好聊天，我先出去买点菜。说完，林冉便出了房门。谢元坐在我的床头，关切地问我：小将，你还好吗？我摸到了好朋友的手，露出了久违的笑意。我凑在谢元面前低声道：圆圆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能不能帮我报警？我感觉林冉不对劲，他好像杀人了。谢元收起笑声：他怎么会杀人？你之前来不是总纳闷林冉在家为什么还要穿着超大的雨衣吗？
其实是因为他是个连体人。前几天我突然恢复视力，不小心看见的。可现在我又被他下了药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提醒圆圆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报警。谢元却说，我已经报过警了，你放心。你报过警了？是的，我刚刚发短信报警的。我长舒一口气。警察多久才能到？谢元道，应该快了，我去看看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又合上了双眼。等我惊醒着睁开眼睛，才感到时间似乎已经过了很久。警察已经来了吗？圆圆，你还在吗？我打开卧室门，竟发现漆黑虚无的世界里有了光，我好像又恢复了视力。浴室里传来水声，我猜想林然已经被警察带走，是谢元在用卫生间。正想往浴室走去，却觉得脚下好像不对劲。我低下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模糊的红，是血。我惊得双腿一软，转过脸去，才发现冰箱前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又上前几步，我终于绝望地看清，那个是好朋友谢元的尸体。小将，浴室里传来林冉的声音，恐惧如同烟花般在脑海里炸开。我机械地转身回头，隐约间看见浴室门口站着个男人，看样子刚刚是林冉在洗澡。别过来！我心跳如擂鼓，害怕他上前来。小将，你又能看见了，是我呀，你别怕。就因为是你，我才要害怕。你为什么要杀圆圆？而且你身后还有个……嫂子，你在说我吗？林冉身后的人侧脸朝我看来。我叫林川，你之前就见过喽。你既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怎么能跟我结婚？我甚至还怀过你的孩子。你们两个是杀人犯！我提醒他们，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们一定会受到制裁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林冉温柔地说道。小将，警察不会来的。他朝我一步一步走来，我吓得不停后退。你跟谢元讲话时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是我让他不要报警的。什么？我又惊又怒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可林冉却温柔地说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，再解决完最后一个就结束了。接着林冉把我抱到了屋里，不多时门铃响了，林冉、林川他们对视了一眼，随后走出了房门。他们又从外面给卧室加了一道锁。我翻下床，准备拉开窗向人求救，无意间瞥见了床头柜隔层里的某个东西。我拿起来在灯光下看了好久，才认出了那是一盒堕胎药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没保住的那个孩子是林冉给我吃了堕胎药，可他为什么要给我吃堕胎药？正当我疑惑时，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惨叫。我不断地敲打着房门。林冉，请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这时林冉开锁打开了房门，我隐约看见客厅里绑着一个熟悉的男人，他是圆圆的男友赵刚。我哭喊着质问林冉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最后一个吗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毁掉我肚子里的孩子？说着我举起手中的药盒。林冉听完一脸难过，将一把刀抵在了赵刚的脖子上。你老实说，小将怀的孩子是谁的？赵刚颤颤巍巍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承认，求你别杀我。什么？我一脸不解。林冉解释道，是赵刚看到我眼睛失明后，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花钱买通了我的好友谢元，趁着林冉不在家，谢元把我灌醉，在我睡得一蹶不振时，又让赵刚偷偷爬上我的床。之后我便有了身孕。谢元还将我的照片分享给了吴佳佳，以此换取重额赏金，甚至他们还疯狂嘲讽我的老公是个连体人。林冉害怕我知道真相后承受不住，所以一直对我隐瞒，而他自己则走上了极端的道路。林冉说完，直接一刀结束了赵刚，并对我说，小将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去自首。此时我的心里五味杂全，流下了眼泪。林冉，对不起。林冉拖着疲倦的身体挤出一个笑容，他咳嗽2声。医生说你的眼睛恢复只是短暂的，还是需要更换眼角膜才能痊愈。走吧，你该休息睡觉了。在林冉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，可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过去了3天。我离奇地发现我躺在医院里，而我的眼睛也彻底恢复了视力。我四处寻找手机，想给林冉打电话。此时一名警察来到我面前。你是小将对吧？是的。你的丈夫已经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，明天将执行死刑，但是他强烈要求在此之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你，看来手术还是挺成功的。听到这我心头一酸，连忙询问，林冉现在在哪？就在中心大街的警察局，你还可以见他最后一面。我立刻翻身下床，朝着警察局跑去。从没想过，因为一次拍照我差点丢了性命。我叫酱汁，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实习生。这天我正坐在咖啡厅里喝下午茶，突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到了我的面前，问我需不需要找工作。男子声称自己是名摄影师，看中了我的优质身材和外貌，问我想不想来他的公司做模特。我听完男子说的话，心里虽然高兴，但还是警惕性地拒绝了他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工作了。可当男子说只需要简单的拍一拍照片，1天就可以拿到3000块钱时，我承认我心动了，但我并没有当场答应男子，只是让他给我留了一张名片。回到家后，我便打电话与闺蜜说起了这件事。面对高额的薪资报酬，闺蜜十分赞成让我去试一试。可真的有这种好事吗？第2天，我就和闺蜜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，这是一处相对偏远的破旧小区。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，
问是不是自己来错了地方。可下一秒，那个熟悉的摄影师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他解释道：别看这个地方破旧，可里面的设备非常齐全，并且这里也只是暂时的，因为现在公司业务扩展，正在计划搬迁。说完并盛情邀约我和闺蜜进去参观。几番话术下来，让我们两人放松了警惕。等到推开办公室的大门，发现里面果真设备齐全，摄影棚的摆放也十分的专业。女助理还热情地迎接我们，并贴心地鼓励我，拥有这么好的身材，一定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。接下来，我在摄影师的指导下，开启了各种姿势的拍照，即便我的身体僵硬，摄影师也会十分耐心地指导我。临走前，摄影师表示会将自己的照片发给各大传媒公司，如果一旦被选中，就等着拿高报酬吧。听完她的话，我和闺蜜都十分高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接到了摄影师打来的电话。你好，是降职同学对吗？你的照片被一家大型传媒公司选中了，现在过来签约吧。听完她的话，我的心里十分激动，甚至完全放松了警惕，并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闺蜜。闺蜜本想再次和我一起去的，可她的公司临时有事脱不开身，我便只能独自前往。可当我再次推开那家公司的大门，发现一切都变了，女助理和所有的设备全都不见了，而摄影师却迅速地反锁了房门，拿出一把尖刀，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你即将会以30万的价格卖到越南，成为那些资本家的玩物，并将遭到无情的折磨，这下你跑不了了。说着，让我将手中的手机交了出来。我吓得浑身打颤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并以上厕所为由来到了卫生间。好在我衣服兜里还装了一部小手机，是为了防止另一部手机没电时备用的。没想到这种情况下派上用场，我赶紧用这个手机报了警。不一会，警察叔叔就赶到了这里。这个人贩子摄影师被成功抓获，我也得到了解救。事后警察告诉我，这个摄影师只是他们团伙中的一个，而像我身上发生的这种故事仍在继续。